是中国在柬埔寨修运河的事儿，先讲笑话吧。中国在柬埔寨修运河的事儿，为什么把这事儿放第一个？因为我估计我乌鸦嘴又灵了。现在大家应该能从网上清楚的看到中国和柬埔寨双方签的协议了。那柬埔寨这个运河的修建的方式呢，叫 BOT 模式，行里面都清楚 BOT 建设、运营、移交。也整个工程由一个单位建设，建设完它运营，运营挣足了钱以后，把它移交给相关的其他机构啊。当年，东方广场就是这个香港的李嘉诚这么修的。那这整个工程里面呢，中国在柬埔寨给柬埔寨修个运河，但是柬埔寨是1分钱都不用掏的，整个工程所有的资金资源都是中方提供的。2023年，柬埔寨政府全年的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只有59亿美元，可这个运河的初期预算就有17亿美元。大家想想那一个国家拿1/3左右的钱要来修个运河，怎么可能呢？所以呢，这个17亿美元呢是中方独家投资，17亿美元中国来掏并且承担整个建设运河的所有相关的工作。那运河建成以后，按照目前中柬双方的合同，会给予中方40年独家运营和管理的权利。也就这个柬埔寨这么重要一条河，由中国来运营和管理。对，就跟当年日本人在中国修了个什么工程，水电站这个水电站40年所有的经营管理都归日本，就这么一个逻辑。而柬埔寨的洪森政府是全世界超级出名的说话从来不算数的政府，签了协议两眼一扒拉就不算的这么一个政府。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呢，柬埔寨政府呢是一个超级出名说话不算数的政府，所以运河只要修好了，用各种名头撕毁协议，对于柬埔寨这个国家来讲分分钟的事儿。这么多年柬埔寨做这事儿做了无数次了，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就是最核心的价值，甚至于母亲河这种国运价值的河交给中国来运营和管理40年呢？洪森家族是不是疯了？我以前在直播里面讲过为什么叫乌鸦嘴，我说这个事情中国肯定是个傻逼。当初要帮助柬埔寨修运河是出于政治目的不仅仅是讨好柬埔寨，更重要是为了打压越南，修这个运河来携手柬埔寨一起限制越南。但是呢，中国当这种傻逼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是超级大国，柬埔寨和越南都是你身边的小国，谁都那么害怕你，就是在内心深处他怎么可能呢？他一定希望联合周边其他的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去限制你。所以呢，这种状况呢，估计等运河修好了，柬埔寨拿到了好处跟实惠，还是会联手越南一起来对付你，这才是正常情况。当然了，中共做这种傻瓜也是新常态，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对吧？谁让这个傻叉200天天做白日梦呢？整个什么一带一路出来所以呢，为这一带一路呢，中国这几年损失的美元最起码要上万亿了，最终反正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来承担中国的现状，一边呢国家超级缺钱，缺到了很多地方公务员都没钱发工资的地步。一方面呢，痛快了拿出这有去无回的17亿美元送给别人玩，就这种政党不倒闭那就见了鬼了，好吧顺便说一下，就是前几天也是咱们评论区问我的修运河工程这个笑话，国内网上都盛传中国修柬埔寨的运河20天挖了15公里大量视频作证。我是没看视频的，但我知道全是假的，一点真的都没有。有点高中立体几何基础知识的人手里拿个计算器算一算，就明白为什么中国国内所有传的这些玩意儿全是假的。就目前现在运河对外公布的数据，10米宽80米深不是10米深80米宽，这是最基本的了就这10米深可能都跑不了啥船，再浅再窄支持不了船运了。10米深80米宽，那么每公里最少要挖掘多少？算一算10米深80米宽嘛，就100万的土方，15公里就是1500万的土方。那你要20天搞定，其他都不论你挖的速度，你最起码每天运出就要运75万土方。目前市面上咱们最常用的里面最大的卡车一天
啊，一次能装20土方，20方土。那一天24个小时不停的运输，一辆车一天也就是400个土方，装卸的地点还得是挺近的啊。每天你要是把这75万个土方都拉出去，一天一辆车400个土方，那你想想，工地上最起码要上千辆这种运输的大卡车，几百台挖掘机一起干，把它们散到15公里长的这么长的长度上，大家一起并行干。那每公里也得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台挖掘机。现实中就这么多的卡车，这么多挖掘机挤在这儿，根本就干不了，干不动，对吧？你干个屁呀！啊，1公里就1000米啊，你一个车10米距离，这1000米就100辆车，你干个屁呀！这车动都动不了。况且你不存在一全天24个小时能干活的司机，完全不需要维护的汽车。夜晚施工跟白天施工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么大的工地，你要让它夜晚施工，多复杂的配套啊！运输效率比白天得低多了。而且就算这么低，这么大施工现场，就是夜晚的灯光和整个车流的协调，全世界估计也没人做得了。所以呢，就是真的要干到说20天15公里，那得数千万辆卡车和挖掘机同步。逻辑上，这些车辆配套人员都得叠十几层一块干活，才可能达成，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编这种故事人呢，就连高中的立体几何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对，立体的几何的常识都没有啊！不是抽不抽，不是挖的问题，是运的问题。你没听过我讲，是运出去的问题。就这种一眼假的视频，能在中国网上流传的到处都是，无数小粉红群情激昂的啊，为了代表中国有多牛逼。你说现在中国人是不是最不缺的就是傻子？最不缺就是傻子，高中几何最不缺就是傻子，什么玩意儿都信，对吧？啊，当然第一个笑话讲完了，我也不知道大家信没信啊，挺有意思。收小产权房，他妈还小产权，大产权房都要死的，踢了噜噜的，还小产权房。你现在还敢买房子？就是你现在这房子，我跟你讲，就是体检、体检、养老保险，就这3个钱。你想想，不把你们都收死了啊！中国2004年之前盖完了交付的房子，占现有房屋40%到50%，这些房是没交过公共维修基金的。你们知道现在要房主多交啊？你们现在看看天津出的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叫公共维修基金的补交政策，哇塞，好多人都疯了。很多地方拿的这个新出的试点城市的公共维修基金没有交纳的补交政策就疯了，对吧？那你就你买个100平米的房啊，那你就等着吧。所以呢，就是现在还敢有人要房，现在手里有房的人，你就都等着死。一会儿跟大家说房子的事啊，有多惨，好吧？有多惨啊！